俄罗斯即将发起大规模进攻，乌克兰能镇得住吗？丹麦捐赠所有火炮以支持乌克兰。一架 MQ9 死神无人机被胡塞武装击落。俄罗斯欲插手哈以冲突。让我们直接进入正题。在围困了阿夫迪夫卡4个月后呢，俄罗斯终于如愿以偿地拿下了这座城市，这也标志着俄军拔下了乌克兰留在顿涅茨克的最重要的一颗钉子。但我想大家更关心的是俄乌战争的后续进展。虽然有一些消息传出说乌军在离开阿夫迪夫卡时发生了大规模的溃败，但大兵并没有找到能够证明该说法的视频证据。目前从阿夫迪夫卡撤出的乌军部队已经进入了提前准备好的防线中。虽然俄罗斯国防部说他们会继续向西进攻，不过一位俄罗斯军事博主也在电报群中说，俄军目前正在城内休整，并且稳固防线。除此之外呢，乌军正在向阿夫迪夫卡增派部队，其中包括隶属于国防部的 Dozo 特种部队以及乌克兰情报总局，他们与第3突击旅、第110机械化旅、第225突击营一同构筑了后方阵地，并为撤退部队提供安全的通道。如今呢，俄军刚刚拿下阿城，士气正盛，而乌军刚刚进入后防防线，尚未站稳脚跟。如果在此时选择进攻，那么俄军将会获得更大的战略优势。更重要的是，北约上百亿的军援尚未抵达乌克兰，如今的乌克兰守军在关键的炮弹及防空系统上都相当的匮乏，这也是乌军防御能力最弱的时期。俄罗斯参谋部自然是不可能放过这个机会。如今俄罗斯正同时在3条战线发起进攻，分别是库皮扬斯克和莱曼方向、阿夫迪夫卡及周边地区，以及扎波罗热州西部的罗伯基涅附近。我们先来看看库皮扬斯克的战况。2月18号，俄罗斯指挥部将第7摩托化步兵团从别尔格罗德和布良斯克州边境重新部署到了库皮扬斯克以东。俄罗斯第2摩托化步兵师试图从基斯利夫卡至科特利亚里夫卡县以南向斯瓦托夫西北推进，但乌克兰成功地阻挡了当日的进攻。同时，克罗赫马利涅地区的俄军已经将精力转向皮夏涅推进，并且第7摩托化步兵团在伊万尼夫卡附近重新部署，用于为第2摩托化步兵师分散压力。俄罗斯军队几乎将整个67摩托化步兵师和第19坦克团和数量不明的附属部队部署在了扬波利夫卡方向，至少有3个加强的步兵营在扬波利夫卡附近的前线作战，但并没有能将战线向前推进。而隶属于卢甘斯克第2军团的俄罗斯第7摩托化步兵旅和 GORB 分遣队正在比洛霍里夫卡附近活动。而在阿夫迪夫卡战线，俄军在清理阵地的同时，继续调集部队向西进攻。第1斯拉夫旅和斯巴达营、俄罗斯志愿军退伍军人旅、第30和第15摩托化步兵旅、第35、55和74摩托化步兵旅继续在阿夫迪夫卡周边作战，而且呢，攻势非常猛烈。一位乌克兰军事博主透露，乌军在19号和20号连续击退了俄军17次进攻。在马林卡以北，俄军的战线略微推进，在顿涅斯克市以西的赫奥尔西伊夫卡附近，以及顿涅斯克市西南部的鲍别达以及新米哈伊利夫卡附近，双方爆发了激烈的阵地战。阵地战斗仍然在继续。负责进攻的是俄第150摩托化师、第5摩托化旅、第100摩托化旅。乌克兰第46空中突击旅、第95空中突击旅分别负责马林卡西面和北面的防御。乌军在人数上呢存在一定的劣势。而在扎波罗热州的罗伯季涅战线，俄军正试图分割乌克兰的阵地。虽然一些俄罗斯军事博主在电报群里说俄罗斯已经推进了1公里的战线，但尚没有视频或者图像证据佐证。根据俄罗斯媒体，俄罗斯第247空降师正在罗伯季涅以东的维尔伯夫附近发动攻击，第291、第70、第71摩托化步兵团则在正面主攻。俄罗斯第392摩托化步兵团在战线以西的皮亚季哈特基附近活动，第49特种空降旅在卡缅斯克附近发动了袭击。最后2支部队呢是俄罗斯刚刚成立的。虽然整个战局对乌克兰不利，但是乌克兰仍然在一些方面取得了进展。比如说，在最近3天，乌克兰连续击落了6架俄罗斯战机。
虽然俄罗斯军方只承认一架战机被击落，不过根据乌克兰监听到的无线电录音，俄罗斯部队确实在坠机地点寻找跳伞的飞行员，这至少证明不止一架俄战机被击落了。无论真相如何呢，这件事情背后的信息量确实不少。大家都知道，在俄乌战争刚开始的一段时间，俄空天军遭遇了北约防空武器的沉重打击，以至于相当一段时间内，我们都没有听到俄罗斯空天军大规模行动的消息。但在最近几天，俄罗斯如此频繁地派出战机，则是一种非常反常的行动。派出俄罗斯军方的决策失误，大兵猜测俄高层可能是得到了某种信息，认为乌防空部队和地面部队一样缺乏弹药，或者其他一些足以让俄空天军重振信心的消息，以至于让俄高层把价值数亿的苏34、苏35派遣到了危险的空域，再被乌防空部队打了下来。同时也如此激进地使用空天军，证明了俄高层想利用俄军如今高涨的士气，继续扩大战果，在乌克兰土地变得泥泞之前，将战线向西推进到更远的距离。种种现象表明，俄军正在把春季攻势变成一次总攻，其进攻力度仅次于战争初期，并且后续部队仍然在源源不断地抵达俄乌前线。除了阿夫迪夫卡，乌军在其他方向的阵地已经建设1年左右了。一旦俄军成功突破了这些阵线，那么乌军将面临无险可守的形势。从战略角度上出发，俄军的判断是合理的。而乌克兰军队在最艰难的时刻爆发出了强大的战斗力。仅从军力配比来看每次防守成功都是乌军以少胜多的案例。乌军在缺少物资和弹药的情况下，对抗数倍于自己的敌人。但是战争天平倾斜是非常客观的，如果北约继续拖延军援，就不由让人担心乌军能否维持现在的状态了。所幸北约第一批军援即将到达乌克兰。2月18号，丹麦首相梅特弗雷泽里克森在德国举行的慕尼黑安全会议上说，他决定将丹麦所有的火炮全部捐赠给乌克兰。对于这项决议梅特这样解释，欧洲如今并不需要这些武器，因为欧洲正在受到乌克兰的保护。丹麦身处北约腹地，国防压力较小，现役部队只有1万多人，但其陆军拥有40多辆现代火炮，其中包括了19门凯撒自行火炮和以色列的多卡姆自行迫击炮。这次丹麦决定一次性地捐出所有火炮以及配套的几千发炮弹，能在短时间内缓解乌克兰如今面临的压力。而更重要的是，丹麦敢于捐出国内所有火炮这件事本身就是一次良好的示范，告诉了其他北约国家应该不留余地地支援乌克兰。也许在这之后许多国家会跟随丹麦的脚步，加大援乌力度。而在19号，加拿大决定向乌克兰援助800架无人机。随着未来越来越多的国家选择支持乌克兰，俄乌战争的态势将有可能再次被扭转。俄乌局势先聊到这里，接下来我们把视角转向中东。2月19号，一架美军所属的 MQ-9 死神无人机在也门城市荷台达港口的上空被胡塞武装的防空导弹击落，残骸被胡塞武装捕获。这是自哈以冲突爆发以来，胡塞武装击落的第2架 MQ-9 无人机了。美军中央司令部证明了这条消息，并表示他们正在寻找无人机坠落的原因。在去年10月7号，胡塞武装就成功击落了一架 MQ-9。而这次事件表明，胡塞武装的防空部队技术或者说装备正在稳步提升，未来美军在红海的行动可能要承担更多的风险。同时，在红海进行的繁荣卫士护航行动也遭遇了一些阻力。在1月18号，胡塞武装使用反舰导弹击中了一艘英国货轮，导致发动机舱进水，该货轮在22个小时后完全沉没，船员被附近船只接应上岸，暂且没有人员伤亡。这也是哈以冲突爆发后首次有外国船员因胡塞武装的袭击而不得不弃船。胡塞武装发言人声称，他们会保障所有外国人的生命安全。可从这次的事件看出胡塞武装正在逐步打破承诺，红海的航运安全正在面临严峻的考验。在加沙地带，哈马斯开始与其他巴勒斯坦武装派别合作，正在向加沙北部的以色列国防军和国防军补给线发射火箭弹。在汉尤尼斯，以色列国防军的3个旅正在清理当地的哈马斯设施，但过程并不是非常顺利。哈马斯经常会单枪匹马地用火箭弹袭击以色列步兵，这让以军的地面推进速度非常缓慢。
同时在巷战中，以军加大了无人机的使用力度。在19号，以军利用无人机发现了一个试图靠近以军阵地的巴勒斯坦武装分子，以军指挥战斗机对他们进行了空袭。而在约旦河西岸，以军和巴勒斯坦武装爆发了6次冲突，尚不清楚人员伤亡。但同一天，一个身份不明的人向以色列平民的车辆投掷了爆炸物，造成1人受伤。而在黎以边境，冲突仍在继续。在19号当天，以色列对黎巴嫩西顿附近的2个军事基地发动了空袭。西顿位于利塔尼河以北30公里，贝鲁特以南40公里处，属于黎巴嫩腹地。这也是哈以冲突爆发以来，以色列首次对西顿发起袭击。在中东局势愈发混乱的情况下，俄罗斯也重新将手伸向了中东。2月18号，俄罗斯外交部副部长米哈伊尔告诉媒体，俄罗斯正在邀请各巴勒斯坦派别在2月26号前往莫斯科参加所谓的巴勒斯坦内部会议。俄罗斯自诩这次会议呢是为了调停哈以冲突，但只邀请了巴勒斯坦代表，没邀请任何以色列势力加入。和会，2家都参加才能谈和，而这次俄罗斯却只邀请了一方，看来这次和平会议的目的有些不单纯吧。大家对此有什么看法？欢迎发表在评论区。本期视频到此结束，我是大兵，我们下期再见。